欧本海默，他被奉为原子弹之父，却忏悔自己是世界的毁灭者。他为美国效劳，投入曼哈顿计划，晚年却遭逢政治迫害。到底该如何看待欧本海默？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欧本海默的传奇一生。欧本海默出生在美国犹太家庭，父亲是千万富翁，他从小就被视为神童，高中就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他跟朋友说：“你用拉丁文问我一个问题，我会用希腊文回答你。”欧本海默儿时最爱的休闲是到新墨西哥州的 Los Alamos 骑马，从小就梦想可以结合他最爱的两个事物 Los Alamos 跟物理学。1922年，欧本海默录取哈佛化学系，但拒绝了奖学金。他说：“我不需要那笔钱，也可以过得很好。”在大学时期，他就熟读罗马帝国衰亡史、法国文学、契诃夫小说。因为太专注于求知，大学时从没跟女生约会过。毕业后决定到英国剑桥读物理学博士，因为当时剑桥比较接近物理学研究的中心。结果入学后才发现，剑桥专攻的其实是实验物理。但欧本海默非常不擅长做实验，连把两条铜线焊接在一起都没办法，搞得他快得忧郁症。心生怨恨下，竟在导师 Patrick Blackett 的苹果里下毒。事后校方要求欧本海默去看精神科医师，结果看了好几位医师都发现欧本海默比自己更有本领，这让欧本海默开始对弗洛伊德产生兴趣，自学精神分析。他的朋友物理学家 Pauli 甚至说，欧本海默做物理学只是副业，精神分析才是主业。但在电影版里，差点吃下毒苹果的人被改成物理学家波尔，这让剧情更方便衔接，因为波尔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欧本海默在听了他的演讲后变成粉丝，说波尔是我的上帝。他对新兴的量子力学产生兴趣，决定转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欧洲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在哥廷根期间，欧本海默6个礼拜就学会了用荷兰文演讲，23岁就累积发表7篇文章。这些天才事迹都让他圈了一票粉丝，也在这里遇见了往后将成为原子弹竞赛的对手物理学家海森堡。博士毕业后，欧本海默决定把量子力学这门新知识带回美国，到伯克莱大学任教。据说他的教学风格让学生都跟不上，大部分的学生都不只修过一次他的课。在伯克莱教书期间，他发表了各种主题的文章，宇宙射线、电子动力学、核子物理，无所不包。崇拜欧本海默的学生越来越多，变得像是一种邪教，人称男孩帮。因为欧本海默喜欢一边思考一边喃自语。但如果欧本海默那么厉害，为什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呢？因为他没有耐心长期处理同一个问题，而总是对某个问题提出新观点后，就让其他人继续研究，自己跑去搞其他问题。所以他的研究太过全面，每个领域都激发创新，但却没有长期耕耘，导致他很难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1929年经济大萧条后，欧本海默发现很多物理系学生毕业后就失业了，还有美国当时反犹声浪高涨。1920年代的美国，许多大学都有犹太人配额限制。当伯克莱物理系要聘用新的犹太裔物理教授时，系主任却说系上有一位犹太人就够了。这些现实问题让欧本海默开始转向支持社会主义，参与各种左派政治活动，加州码头工人罢工、农产工人罢工、废除公共游泳池的种族隔离、组织教师工会。这些左派活动在当时的加州其实是政治主流。也是在这段期间，欧本海默在聚会上遇到了一位共产党员 Jane， 后来变成了他毕生的挚爱。Jane 喜爱英国诗人 John Donne 的诗，他的14行诗句捣乱我的心，三位一体的上帝，后来成了欧本海默的灵感来源，把原子弹试爆的代号称为三位一体。与 Jane 的3年爱情让欧本海默变得更左派，更关注政治行动。有一次去纽约的火车上，他带了马克思的3卷资本论。火车到纽约时，他已经全读完了。在1930年代的美国，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特别激进的立场，而更像是自由派民主的同义词。因为1936年正值西班牙内战，西班牙民选出来的共和政府被法西斯军队政变，所以世界各地的自由派左派都希望抵抗法西斯势力，守护民主。当时有25万人加入美国共产党，声援西班牙内战。欧本海默本人从来没有入党，但时常出席共产党的聚会活动。据说在聚会里，他总是能提出最深刻的解释，因为他对马克思理论了解最透彻。
但也因为这段期间跟共产党过度亲近，导致战后美国高层跟 FBI 会利用这些事迹，宣称欧本海默是共产党同路人。直到1939年，苏联允许德国入侵波兰，史达林开始清算政敌后，美国许多共产党人才幻灭。欧本海默虽然仍向往共产主义的理念，但不再相信共产党，反而制作反战手册，呼吁美国不要卷入欧洲战场，要捍卫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计划。这个手册后来成为证明欧本海默不是共产党人的证据。欧本海默跟俊的关系维持了3年，但是当欧本海默求婚时，俊却决定终止关系，转向追求自己的梦想，成为精神科医师。不久后，欧本海默又遇到了第2位恋人 Kitty。Kitty 对欧本海默一见钟情，但是当时 Kitty 已经结婚了。有次欧本海默邀请 Kitty 跟她老公 Harrison 一起到新墨西哥州的热狗山庄过暑假，结果 Kitty 老公临时有事不能来，所以就剩他跟欧本海默2人一起在热狗山庄。暑假结束后，欧本海默竟然打电话跟 Kitty 老公说：“你老婆的肚子被我搞大了，我建议你们离婚，这样我就可以娶她。”原来热狗山庄是这个意思。1939年，德国化学家成功展示了可以分裂铀核子的实验。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总统，警告说纳粹可能建造出威力极强的新型炸弹。罗斯福总统因此成立一个 S1 委员会，征召全美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但是这时的奥本海默还专注于工会活动，认为科学家有责任帮助弱势。这让当时的实验室主任 Lawrence 非常生气，因为这些左派活动让他难以说服军方招募欧本海默进到曼哈顿计划。这时欧本海默才领悟，如果要终止纳粹，就必须加入曼哈顿计划，也就必须停止工会政治活动。为了让军方发给他安全许可，他必须切断与共产党朋友的关联，才能为国家效力。最关键的是取得曼哈顿计划负责人 Groves 将军的认可。Groves 是五角大厦督建的负责人，以全班第4名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Groves 一开始怀疑欧本海默的资格。第一，他没有诺贝尔奖，由他来指挥一群诺贝尔物理学家似乎不对劲。第二，他只有指导研究生的经验，缺乏领导管理经验。第三，他只是理论家，建造原子弹需要的是工程师。但是欧本海默提出的一个构想却吸引了 Groves。他认为全美科学家目前都散居在普林斯顿、芝加哥、伯克莱，应该要在中心位置设立一个秘密的中央实验室，让全美最优秀的人才合作。这个中央实验室必须藏在与世隔绝的地方。这时，欧本海默突然想到自己儿时最爱的地方——新墨西哥州的 Los Alamos， 在此打造世界上第1座核子武器实验室。在开工前，欧本海默原本想找挚友 Robbie 加入，但 Robbie 却拒绝说：“我不希望让大规模毁灭武器成为物理学300年的巅峰。” Robbie 没参与曼哈顿计划，但私下一直都是像父亲一样的顾问。欧本海默在主导曼哈顿计划时，展现出魅力型权威的领导，不拘小节，拒绝安装打卡钟，跟 Groves 将军的专制型领导形成对比。计划的第一个进展出现在物理学家 Robert Serber 的一个构想。他指出，可以发射一条铀棒进入到一块铀235内，用内爆的方式引发连锁反应，这就成了后来原子弹的原型。Serber 的演讲稿被印成小手册 Los Alamos 入门，发给新来的科学家1人1本。内爆装置则由哈佛物理学家 Kistiakowsky 负责设计。电影里没提到的是，为了赶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欧本海默曾经想过在德国人的食物供应链加入放射性物质，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方法，因为他不确定食物下毒足以杀害50万德国人。Groves 将军甚至派出干员 Moberg 暗杀德国科学家海森堡。当海森堡在1944年12月到瑞士演讲时， Moberg 伺机攀谈，靠近海森堡。就在他要扣下扳机射杀海森堡时，海森堡却透露说，纳粹离制造出原子弹还有一大段距离。这让 Moberg 打消了念头，认为德国根本不构成威胁，让海森堡保住了性命。不过美国这边的发展也不是很顺利，因为 Groves 将军一直坚持军方的部门化安全原则，为了保密防谍，让各部门之间区隔开来，不让讯息轻易传播到其他部门。但这就阻碍了科学研究，因为科学家需要的就是资讯的自由流通。
当时美国军方的控制严密到欧本海默连跟弟弟讲电话都不行，连指派给他的司机、助理也都是政府的卧底。这些监控曾经让欧本海默一度考虑辞职。1943年6月，欧本海默有机会暂时离开 Los Alamos， 回到伯克莱一趟。他希望趁着这次机会正式跟 Jane 告别，因为 Jane 的共产党员身份过于敏感。但是这场会面却变成美国政府指控欧本海默的把柄。FBI 的胡佛写信给司法部长说，欧本海默的情妇是苏联间谍。这个消息传到了当时情报局长 Boris Pash 那里 ，Pash 建议开除欧本海默。雪上加霜的是，欧本海默这时还自爆了一个秘密。原来在搬去 Los Alamos 之前，欧本海默曾经跟好友 Chevalier 共进晚餐。Chevalier 私下跟欧本海默说，物理学家 Elton 说他有一项技术，可以把你的科学研究数据传送到苏联科学家手上，让美国跟苏联合作。因为在二战时，美国跟苏联曾经是盟友，双方共同对抗纳粹德国。但是原子弹的资讯是国防机密，怎么可能让两国的科学家在私底下流传呢？所以欧本海默立刻回应：“你这是叛国罪。” Chevalier 说，他只是在警示有人想要欧本海默的科学数据。这个 Chevalier 事件原本没人知道，欧本海默却在伯克莱自己爆料，跟伯克莱同事说，小心有个叫欧腾腾的物理学家可能会窃取美国技术。这让 Pash 上校抓到把柄，把欧本海默抓来审问。没想到欧本海默在情急之下说，欧腾腾还接触了曼哈顿计划里的3个人。这3个人很有可能是虚构的，只是欧本海默为了把注意力转到别人身上。但离奇的是，在这趟旅程结束后，欧本海默的前女友 Jane 就离奇身亡了。在电影里 Jane 看起来是被欧本海默抛弃而情伤自杀，但事实上当时的解剖判定死因是溺水窒息，而且在他体内发现微量的水合氯醛。Jane 很可能是被下药，再强行淹死在浴缸里等等。是谁会想杀害 Jane 呢？很有可能就是指控 Jane 是苏联间谍，怕欧本海默把消息透露给 Jane 的人 Boris Pash。在那段期间 ，Boris Pash 刚好就是 CIA 的主管，而且他所在的单位第7分支就是负责暗杀跟绑架的工作。在1960年代，用毒雪茄杀害卡斯楚的 CIA 干员就是 Boris Pash， 所以 Jane 的死很可能不是自杀，而是被自杀。但欧本海默却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回到 Los Alamos 后，1943年12月，物理学家波尔来访，告诉欧本海默一个秘密想法。You are the man who gave them the power to destroy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is not prepared. 波尔认为，战后美国核子垄断可能导致核武竞赛，应该要先知会史达林曼哈顿计划的存在，向苏联保证美国会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不会构成威胁，才能避免战后的核武竞赛。这个构想影响了欧本海默一生，让他在战后致力于推动波尔的理念。1945年4月30日，德国投降，希特勒自杀。有些人开始质疑，美国实质上已经赢了战争，为何还要继续制造原子弹？白宫的立场是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来结束二战，战后再建立国际管制机构来控管原子能。当时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 Leo Szilard 警告白宫高层，只要美国展示原子弹，就会触发跟苏联的军备竞赛。白宫高层却回应，不用担心，苏联没有铀矿。Szilard 组织155位科学家联署，发表了一篇法兰克报告，指控美国私下制造核武，不事先警告就轰炸日本。做出这种事的美国，竟敢开口说要在战后透过国际协议废除管控核武，根本自相矛盾。当时的科学家甚至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不要轰炸日本，而是邀请日本政府官员来观看原子弹试爆，借此威吓他们，这样既不用杀害平民，又可以终止战争。但是欧本海默回应说，如果我们做出的原子弹没有成功爆炸呢？不就让日本人亲眼看到我们失败了？显然这时候欧本海默的立场已经明确站在美国政府这边，认为原子弹可以终结战争，拯救美国士兵的性命。所以在1945年7月16日，人类史上的第一次核子试爆3位一体计划发动。在试爆前，欧本海默跟老婆 Kitty 说，如果试爆成功，他会打电话跟他说，
你可以换床单了。但在试爆当晚却发生了异象，原定清晨4点引爆原子弹，却在半夜突然刮风下雨，当地所有的青蛙都聚集到小池塘里，整晚交配呱呱叫。试爆的时间因此推迟了1个半小时，在凌晨5点29分发动。当地人说，原子弹爆炸时看到黑夜瞬间变成白昼，有些人笑了，有些人哭了，但大部分人沉默不语。此刻的欧本海默想起了印度教经典《伯切梵歌》里头诗句 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试爆结束后，欧本海默的秘书打给 Kitty 说，现在可以换床单了。曼哈顿计划成功后，这些科学家不知道的是，美国政府对他们隐瞒了重要资讯。其实早在原子弹试爆之前，华盛顿的情报单位就截获一封日本电报，表示日本人知道自己已经输掉战争，正在寻求可以接受的投降条件。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中，美国艾森豪将军也提出，日本人已经准备好投降，不必用原子弹打击他们。等等，如果日本早就准备投降，为什么美国还要投下原子弹呢？原来在波茨坦会议中，史达林就表示会在8月15日加入太平洋战争。但如果苏联红军真的入侵日本，那日本投降后，苏联就跟美国一样占有谈判筹码，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美国急着投放原子弹，其实是为了防止苏联在战后占领日本时分一杯羹，避免苏联的势力渗透到亚太地区。但是美国政府隐瞒了这些资讯，把科学家蒙在鼓里。因为如果欧本海默知道日本早就要投降，二战早就要结束了，还会坚持原子弹试爆吗？人类历史很可能就会朝不一样的方向发展。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提出投降协议。战后，欧本海默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仿佛他是终止战争的超人。但是，认为美国用原子弹打赢日本，其实是完全西方中心的史观。历史学家长谷川一就指出，早在原子弹投放前，日本已经有5个城市被轰炸机夷为平地。日本人早就习惯城市被轰炸，广岛长崎原爆只不过是把规模升级而已，并不足以让日本投降。日本投降的真正原因不是原子弹，而是因为苏联向日本宣战，即将入侵北海道，成为压垮日本的最后一根稻草。战胜国把欧本海默神化为终止战争的超人，欧本海默自己却变得非常批判科学。他说，在投下原子弹后，物理学家已懂得自己的原罪。在一场与杜鲁门总统的会面中，他说：“我觉得自己的手上沾满了血。”杜鲁门总统回说：“血是在我手上，你不用担心。”欧本海默甚至利用自己的名气影响政府高层，他跟300多位科学家联署起草一份文件，拒绝协助研发炸弹。欧本海默说：“我是科学家，不是军火制造商。”这些举动促使杜鲁门总统成立原子能委员会，但是欧本海默要的不是由美国管制，而是国际管制。他按照波尔的理想，给美国政府撰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建立国际原子能发展机构，也就是在原子能领域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拥有原子设备的主权。世界各国只能取用原子能做非军事用途，因为取用的资讯完全公开透明。如果有某国想偷偷打造原子弹，就会被全世界知道。1946年，美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出国际管制的构想，结果立刻被苏联否决。苏联认为应该完全禁止原子武器的制造使用，但是杜鲁门总统当然不可能放弃美国的军事优势，所以否决了苏联的提案。如果美苏两国在这时候就谈妥，就不会有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也不会有往后的军备竞赛。一直到1970年代，美国政府才认真接受核武管制协议，但是这时世界上已经有数万颗核子弹。欧本海默与波尔的理想始终没有来得及实现。在学术工作上，欧本海默受到 Louis Strauss 的邀请，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Louis Strauss 常年支持美国核武发展，两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常矛盾。欧本海默曾在某次听证会上羞辱 Strauss， 说他不懂原子能科学，所以才禁止美国的同位素出口。欧本海默到普林斯顿时，爱因斯坦已经在此工作了15年。据说爱因斯坦一开始并不喜欢欧本海默，因为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很反感，他认为宇宙的本质不应该是概率不确定性，
而渴望能够建立大一统理论。但随着相处时间越久，爱因斯坦越来越认可欧本海默，因为他致力要把普林斯顿变成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网罗各地人才，招募27岁的中国天才物理学家杨振宁到普林斯顿，后来又找来了李政道，两人在1957年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人。曼哈顿计划的经验也让欧本海默认识到科学发展与政治社会紧密相连，所以他强调科学需要人文学科来指引方向，邀请诗人艾略特、历史学家汤恩比、哲学家以撒柏林来到普林斯顿。当时的普林斯顿几乎集结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但是欧本海默并没有在普林斯顿安度晚年，而是被政府监控长达20年，因为他对原子弹的政治影响力太大，引起 FBI 关注，怀疑他是苏联间谍。FBI 开始调查欧本海默跟苏联的关系。首先是在战后，旧金山的共产党员趁机邀功，说欧本海默是自己人。再来，美国破译一封苏联电报，发现曼哈顿计划里有名苏联间谍 Klaus Fuchs。虽然 Klaus Fuchs 不是欧本海默招募来的，但欧本海默毕竟是计划主持人。接着，在1949年，苏联在哈萨克秘密进行原子弹试爆，震惊美国。美国国会决定制造超级炸弹，迎战苏联的核武竞赛。杜鲁门在1950年授权扩大美国的核武储备。1950年代结束后，美国的核子武器从300颗提升到18000颗，但是欧本海默却跟政府对干，认为超级炸弹永远不要制造出来，人类才会过得更好。他甚至用自己的名声上电视节目，公开批评总统的决策。这些反对美国政府的作为，都让欧本海默越来越像共产党同路人。艾森豪总统上任后，任命 Louis Strauss 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Strauss 早就不爽欧本海默已久，一直在私下找欧本海默是共产党的证据。1953年 ，Strauss 正式展开摧毁欧本海默名声的计划，私下跟各大报社联手写文章诋毁欧本海默，跟 FBI 局长结盟，培植一名年轻人 Bowden 当打手，负责做肮脏的工作。不过，欧本海默的遭遇并不是特殊个案，当时的美国社会一直都笼罩在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下，光是1953年就有数百名公务员被猎巫，踢出政治圈。1954年4月 ，Strauss 召开听证会，派出打手 Bowden 把档案寄给 FBI， 再亲自挑选起诉的检察官。指控欧本海默的罪名有哪些呢？加入过无数共产党组织，前女友居然是共产党人，定期捐款给共产党，没有立刻通报 Chevalier 事件。其实这些指控 ，Groves 将军早就帮欧本海默辩护过了。Groves 说，如果只因为有共产党朋友就要被开除，那曼哈顿计划可能就找不到有才能的物理学家了。在听证会上，许多指控都是根据非法窃听的录音带，欧本海默的律师不允许查看，所以也无法提出异议。一般法庭上，这样的证据根本不会被采纳，所以从法律角度上来看，这场听证会是无效的。但最终，欧本海默还是接受判决，无法取得安全许可，不再能参与任何国防事务。审判结束后 ，Strauss 还把近1000页的裁决报告出版，借此羞辱欧本海默。这场审判引起美国社会关注。自由派人士认为，反共的歇斯底里已经控制了美国，美国正在毁灭自己的人才。科学社群则认为，欧本海默是殉道者，就像对抗宗教法庭的伽利略一样。全美各地1100名科学家联署抗议，但是这时的欧本海默已经彻底失望。1954年后，完全从公众面前消失，专心在普林斯顿做科学研究。一直到1960年代，民主党执政后，甘乃迪总统才对欧本海默再次释出善意，颁布5万元奖金的费米奖给欧本海默，做象征性的政治平反。这场颁奖就如同赎罪仪式，忏悔美国政府曾经对欧本海默的亏欠。最后，在1967年，欧本海默因为抽烟过多，罹患喉癌过世。回顾欧本海默62年的人生，他几乎实现了自己的所有梦想，追求到最困难的量子力学知识，也追求到了自己的挚爱 Jane， 甚至结合了毕生最爱的物理学与新墨西哥州，投入曼哈顿计划，成为国族英雄。但在原子弹试爆后，他的人生也跟着引爆。挚友拉比的预言实现了，大规模毁灭武器成为了300年物理学的巅峰。
他儿时最爱的地方被摧毁，他曾经最爱的女人被暗杀，他被美国蒙在鼓里，不晓得二战终结不是因为原子弹，余生都认为自己是带有原罪的科学家。他渴望实践波尔的理念，却又敌不过美苏军备竞赛的现实，最后成了反共猎巫行动的殉道者。厌倦了总是在 Netflix 上观看相同节目吗？那就试试 ExpressVPN， 由 CNET、TechRadar、富比士等机构评选第1名的 VPN， 帮你绕过审查封锁，不受地理限制，让你可以在 Netflix 和其他串流媒体服务上观看数千个台湾看不到的节目，像是近期上映的《黑镜》第6季在台湾看不到，只要用 ExpressVPN 切换到英国地区，再重新进入 Netflix， 就可以立即观赏《黑镜》。ExpressVPN 有近100个不同的国家可供选择，用相同方式就可更改到你想要的任何国家，观看更多节目。现在点进资讯栏里的连结 expressvpn.com/supery 就可获得3个月的免费试用期。想要尽情享受串流媒体服务，千万不能错过 ExpressVPN。本集影片由 ExpressVPN 赞助播出。留言加分享本集影片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奥本海默传记1本。也欢迎你加入频道会员，支持超级歪创作更多影片。